嗨，我是 Stella。政府打炒房政策再一条，囤房税 2.0 通过。行政院通过的房屋税差别税率 2.0 方案，主要有3大重点。其一是课征方式，将原先囤房税的各县市个别归户改成全国归户。那课征方式的第2点改变呢，是原本地方政府可以自己订定，就是自己的县市的囤房税。修法后呢，是强制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必须订定囤房税。另一个部分呢是税率改变，单一自住税率，本人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全国仅有一间房，而且是自住哦。这个的税率从 1.2% 调降至 1%， 那当然豪宅是不适用的。那现行非自住的住家税率是 1.5% 到 3.6% 之间，那现在呢要调升至 2% 到 4.8% 之间。最后一个大重点是针对自住的定义，现在房屋只要是本人、配偶、直系亲属，那实际有居住使用，就会算在全国3户的限额内。修法后是一定要迁入户籍，也有例外，自住共3户。社会住宅或我们之前讲过的公益出租人，不是 1.2% 哦。2024年7月1实行，2025年5月1正式开征，所以是反映在2025年5月收到的房屋税单。接下来大家最想知道的是，会有什么影响？会跌吗？我买得起房了吗？看起来受影响的是多户持有者和长期有库存的建商，因为这样呢是提高了非自住的多屋主以及建商的持有成本。所以若你是首购，或者是你就是单纯自住，那就真的不会有影响。那会有成效的地方在于，小投资客在高税率的地区，例如说6都，新屋的囤房意愿会降低。但是可能就不投资吗？那倒未必，有机会呢会转往中古屋的市场。还有呢，囤房大户出租换取降税的意愿增加，因为一般囤房最高税率有 4.8%， 如果囤房大户出租并乖乖缴税，适用税率马上降到 1.5% 到 2.4% 之间，降税的效果这么明显，有助于大的囤房族他释出自己的空屋来出租。好啦，那我们知道了，就是空屋率会降低嘛，然后还有增加了持有的压力。但是说回来了，房价到底会不会有影响？除了建设上面的人力财力外，那如果房市这个整个大环境没有大幅度的修正，就是不大会有那种大量抛售的情况，那也因此价格就不会跌太多，反而会呈现2极化的走势。建商回避成屋销售，因为会怕会被课重税嘛，就大概2%，就会变成说他会尽可能的推预售屋案，然后为了保险起见，他的工期就会拉5年以上，所以以后的预售屋案很可能工期都是5年起跳。以后新成屋就是1-2年刚盖好的那种房子，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稀有或直接没有。还会有另外一个情况，房租会先反应，不急卖的屋主会将税负的成本转嫁给租客来负担，导致租金更进一步的上涨。举例来说，新北的20年大楼为例，每年自用房屋税 1.2%，大约举例是4500元。好，那被课征到法定最高的4.8% 好了，也就是4倍嘛，所以4500的4倍就是18000嘛。好，那我们除以12，所以每个月房租呢就是多1500。你看这个1500转嫁到房客身上，好像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。那总结来说，这个政策呢对空屋的运转可能是有效的，但是你说针对投资客会因为这个压力而大量抛售，然后促使房价下跌呢，这个部分就是还是需要配合其他的政策。否则若是出租可以适用较低的税率，反而就会直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啊，根本就不需卖出，反而呢就导致租金进一步的上扬。不过呢，以上的都是推论，还是要等2025年才能真正的观察到实际的情况，所以就欢迎大家在下方讨论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